大家好，欢迎回到宋氏新语。这两天啊，这个犹太国和波斯国又干仗了，把印度这个波音787梦想客机的这个事故就给冲掉了啊。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天里边，印度航空 AI171航班坠机的这个事故啊，还是牵动着全球的心。当这样的悲剧发生的时候呢，网络上啊，往往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猜测。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啊，并不是这个航空专业人士，对飞机飞行原理也知之甚少，所以各种非专业的猜测就层出不穷。甚至包括我本人在内，那最初也猜测呀，是否是飞行员失误是主要原因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这个背后啊，主要还是有一些深层的偏见。比如说我们当涉及到某些国家的飞行员的时候，一般会不自觉地认为他们可能就在操作上有问题。这个甚至啊，可能还和不久前印度从法国购买的这个阵风战机啊，在印巴冲突的被击落的事件会联系起来，就无形中呢就加强了人们心中对于印度人开飞机有问题的这个看法。而这样的分析啊，往往还很有市场啊。当然还有更甚者啊，对于那些在自己身边啊造假习以为常的国度里边呢，他们甚至会猜测啊，那这次的幸存者他也是冒充的啊。怎么可能有幸存者呢？对吧？就是坐在那个11A 紧急出口那哥们儿啊，认为可能是坠落地医学院的学生，他为了混个英国国籍冒充的。所以人们常常感叹啊，某国人很聪明，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啊。那这样都能开动脑筋想出来，还有什么事能难住你们呢？是吧？然而，当我们这个深入的到这些空难介绍和分析的网站的视频下方评论区的时候呢，我们能发现一个让我们惊喜的现象，真的有很多专业人士出没。我对此也是深有体会的。就像我们以前聊这个 LK99十分超导话题的时候呢，就发现有很多博士教授曾经留言评论指导，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这种专业知识。那今天我就汲取了几条比较长而且专业的从业人员的评论，为大家逐一翻译解释。通过这些来自圈内人的专业看法呢，我们努力要破开那些非专业和带有偏见的猜测，尽量去获取事件的真相。他们中有不少是直飞过波音787或者其他大型客机的机场那当然也有呢是这个就是资深的机械维修师所以我们一块来看看他们的专业看法那评论第一条呢是来自退役的 FAA 航空检查员，大型航空公司的机长也是军事飞行员，他叫 SUEZQ1945那这位网友说I'm a retired FAA Air Carrier Inspector, Major Airlines CA and military pilot. I'm type rated on several Boeing and Airbus jets 他说呢，我是一名退役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航空承运人检查员，大型航空公司机长和军事飞行员。我拥有多种波音和空客喷气机这个型号等级。在40年的飞行生涯中我从未见过或者听说过这个飞行员他收回襟翼而不是起落架的情况，一次都没有。起落架保持放下状态，而且冲压空气涡轮就 RAT 展开，这就表明存在严重的系统故障。破坏行为仍然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没有人讨论过波音787在锂离子电池方面有热失控的历史，航空电子设备舱内的热失控电池火灾可以解释冲压空气涡轮就 RAT 的展开。所以我严重怀疑是飞行员导致了这次事故，是错误的说法事实上呢，我认为机长是一位英雄，他在没有恐慌的这种情况下进行了受控的直线坠毁，拥有钢铁般的神经。我相信机组人员在一个不可能情况下表现得非常出色。那么一次影响线传操纵系统，比如说计算机的这种航空电子设备火灾，可能会导致发动机回收到较低的功率设置。那么冲压空气涡轮就 RAT 是主要的系统故障的关键线索。所以这种故障导致机组人员无法收回起落架，并且没有足够的推力来爬升。
所以这位叫 SUEZQ1945这位先生啊，他是有极其丰富的背景，按他说的啊，他是 FAA 航空检查员啊，表明他对这个航空标准啊、安全标准和事故调查流程他是非常熟悉的。同时呢，他也是大型航空公司机长和军事飞行员，拥有长达40年的飞行经验和多种波音空客机型的这种驾驶资格，所以他的话呀分量十足的。当然了，这是一个未经核实的评论啊。那么他的核心观点啊有几个。那第一个，他就是驳斥了误收金仪的说法。他明确表示呢，在他的职业生涯里边，就在一个专业人士看来，从没有听说过飞行员会把锦翼当作起落架收起来的。这个说法啊，在这个事故刚发生的时候，很多所谓专业的评论都这么说。那这几乎是航空操作中的常识性错误，极不可能发生。那第二个呢是起落架放下加 RT 展开是关键。他指出呢，事故中啊，这个起落架没有收起，同时呢，冲压空气涡轮 RAT 展开。这 RAT 啊，我们之前讲过呀，是在这个怎么说呢？是飞机在主电源或者液压系统失效时的一种应急供电设备。它的展开啊，本身就意味着飞机出现了重大系统过障。所以那很多朋友啊，可能对这个 RAT 不熟悉啊。简单说一下，刚才这就是一个关键线索。我们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什么是 RAT 呢？你想象一下啊，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是吧？那么它的主要动力系统，比如说发动机，都出现故障的时候，或者发电机失去了电力，那飞机上的一些关键系统，比如飞行控制系统啊、液压系统以及必要的航电设备，它怎么获得电力和液压这种传动力呢？ RAT 啊，就是飞机上的应急发电机和应急液压泵。它通常啊，它是藏在飞机的机腹或者机翼下边啊。当飞机的主系统完全失效，无法提供这个电力或者液压的时候呢， RAT 就会自动会有飞行员手动的部署出来。那为飞机的这个，它就像个小螺旋桨啊，利用飞机高速飞行的气流来转动，从而带动一个小型发电机或者液压泵，给飞机的关键系统提供最基本的电力和液压动力，而让飞行员啊能够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呢，保持对飞机的这种最低限度的控制，比如说尝试降落、放下起落架等等啊。所以啊，他推测这个故障源头，他提出啊，波音787啊，它的锂离子电池呢是有过失效历史的。那么航空电子设备舱里边，如果电池火灾，就可能导致 RAT 的展开，所以这种火灾会影响飞机的这个线传操纵系统，就 fly by wire 和计算机系统，从而导致发动机的推力不足。这个线传操作系统啊，就是我们说现代飞机里边一种先进的控制技术，它用电子信号取代了传统的机械连接来控制飞行舵面。那一旦受损之后啊，飞行员对飞机的控制就会大打折扣。那再一个呢，就是给机组证明啊，他坚信啊这个事故不是飞行员造成的，他反而认为机长啊在绝境中展现了钢铁般的神经，冷静地进行了受控的直线坠毁，是英雄啊！他认为机组人员在不可能的情况下表现得非常出色。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位专家呀，他把事故原因强烈地指向了起飞阶段的严重的系统性故障，波音飞机的问题，而不是飞行员的低级失误，并且给机组人员的专业精神还给了高度肯定。那么我们看下一条啊，评论2啊，也是来自一位大型航空公司波音787机长，叫 Steve Masney 啊。他说呀 ，I have flown the B787 as a captain at a major airline. The airline will not let you take off unless the flaps are set for the setting required by the flight management system. Period. It will never happen. 他说呢，我曾经在一家大型航空公司担任波音787的机长。那除非啊，这个锦翼这个按照飞行管理系统，这个要求进行设置，否则飞机它不会让你起飞的。所以这一点啊是毋庸置疑的啊。那么绝不可能发生那种情况。所以那段模糊视频里边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在右侧的主起落架内侧机翼后方，正好是机身下方那有一个像素点，那正是冲压空气涡轮就 RAT 的位置。所以呢，当两台发动机都失去动力或者液压系统出现故障的时候啊
，RAT 就会展开，冲压空气涡轮不会收回起落架。我的感觉是啊，飞机在起飞后不久就完全失去了发动机动力，导致冲压空气涡轮展开。所以这段视频所附带的音频也正是冲压空气涡轮展开时候发出的声音。所以这位 Steve Mesny 先生啊，他是现役的波音787机长，所以他的观点啊，对我们理解这个事故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直接驾驶过同等型号的飞机。所以他的核心论点啊，就进一步强化了前一位啊那个专家的观点是什么呢？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啊，波音787啊，它是有先进的这个FMS 飞行管理系统的啊。如果仅易设置不符合起飞要求啊，系统会直接阻止这个飞机起飞。这就彻底排除了飞行员在起飞时错误的设置紧仪的可能性。第二呢，他通过对坠机视频的分析啊，确认视频中的一个关键像素点。正是充气空气涡轮，就 RAT 展开的位置，所以他强调啊 ，RAT 的展开意味着呢，两台发动机都失去动力或者液压系统出现故障。第三个呢，他也说就是 RAT 和起落架无关的，所以他特别指出呢，这个冲压空气涡轮它不会收回起落架，这就澄清了 RAT 展开和起落架未收回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就是 RAT 是由于主要系统失效而展开，而不是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起落架就是故意不收回是怎么样的啊？那再一个呢，就是也是啊，结合视频的音频线索，他认为这个声音啊是符合 RAT 展开时候特征的，所以他推断啊，飞机在起飞后不久可能就完全失去了发动机动力。所以这位Steve 啊叫 Mesny 啊，那么他的这个看法啊，这个。从波音787的这个操作逻辑和机载系统的层面啊，它还是有力的驳斥了关于飞行员仅易操作失误的这个猜测，并且把焦点啊更加集中到了起飞后发动机动力丧失或者液压系统失效这个重大的系统问题上面。那我们再看一下第3条评论啊，来自飞行员叫Govin 转 Hajan 啊，这个他说呢 ，Thanks for clarifying. Those men in the flight deck meant a lot to me, and you are helping clear their names. 啊，都感谢您的澄清。驾驶舱里的那些人对我意义重大，你正在帮助他们洗清冤屈。如果副驾驶动了警翼，机长会立刻纠正。那么甚至伴随着粗话啊，所以这种情况极不可能发生。另外啊。一个有1100小时飞行经验的 P2 啊，就是副驾驶不会犯那种错误。此外呢，锦衣后缘的这个 floor 间隙，就 floor gap， 一直到最后一刻都清晰可见。那么据说呀，这个机长喊出了动力丧失啊，就 loss of power， 所以他没有执行TUGA， 就是最大起飞动力起飞，因为那不是必须的，它本来会采用假定温度起飞的模式。看到发动机失去动力，它会把油门推到底啊。那么即使襟翼在0度位置，所以飞机啊，可能也能通过 toggle 和冲击推力维持平飞。然而机长啊会放下襟翼到5度来提升这个升力。所以起落架呢，如果它卡住了，那飞行员至少要达到400英尺甚至更高的高度之前，他是不会担心的。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操纵飞机，在飞机下沉的情况下，当接近地面的时候。保持起落架放下是建议的方法。另外呢，就 EGPWS 就增强型的近地警告系统，它也会警告不要下沉啊 ，Don't think， 这个警报声会响彻整个这个驾驶舱。那最后啊，发动机后部啊没有可见的热踪迹，就 heat trail， 它们似乎正在失效。与其他视频相比啊，你会发现发动机后面的微弱的热扰动啊，几乎是一种视觉上的异常，所以。大家别忘了飞行员最后说的话，他说动力丧失啊 ，loss of power。所以这位叫 Govin 的先生啊，虽然没有明确列出自己的全部的资历啊，但是从他评论中啊，他还是展现出这些专业术语啊，对飞行程序细节的这种把握来看啊，他无疑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所以他言语中啊，就流露出对机组人员的这种深厚敬意，并致力于为他们证明啊，同行啊。所以他的关键分析点啊，就是也是很细致的。第一呢，
它彻底否定了副驾驶操作这个紧翼失误的这个说法。他指出啊，这种低级错误在经验丰富的机组几乎不可能发生，即使这个副驾驶就 P2 啊 ，Pilot Second in Command 啊，也就是副驾驶在起飞阶段犯错，机长也会立即纠正，啪。把收音打开了是吧？此外呢，他还提到了这个弗勒间隙，就是某些襟翼在展开的时候和机翼表面会形成一个缝隙。大家坐飞机可以能看到这个机翼下方的这个云的是吧？如果你一直可见，说明这个襟翼啊它处于展开状态，而不是收回，有一个黑色的缝啊。第二个呢，就是动力丧失，这个呼叫啊是核心证据，所以他强调机长喊出的关键信息是 loss of power 啊，动力丧失。就直接指出了飞机遭遇的问题。第三啊，就是起飞模式与应对，所以他解释了可能采用的假定温度起飞 assumed temperature to 啊这种模式。那么这是一种通过假定外界温度更高来计算较低推力起飞的方法，就旨在减少发动机的磨损。所以他说啊，一旦发现发动机失去动力的话呢，飞行员会立刻把油门推到底，然后施加最大的推力。那么，即使在极端的情况下，飞机在零襟翼的状态下，如果能获得这个toggle 就 take off go around thrust 就最大起飞或者复飞的推力和这个冲击推力，也可能维持这个平飞。特别是这个飞行员会尝试啊放下襟翼来产生升力。第四个呢，就是起落架没有收回的这个合理性。他解释说啊，在紧急情况下，特别是飞机下沉的时候，飞行员的首要任务是操纵飞机。如果起落架卡住了，那么达到安全高度之前，这个不是飞行员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吧？在接近地面，而且飞机在下沉的情况下，你保持起落架放下，还是一个建议的这么一个做法。所以这可能有助于在触地的时候啊吸收部分的冲击。第五个呢，就是EGPWS 的警告，他提到啊，如果飞机下沉过快，那么增强型近地警告系统它就会发出警报，不要下沉，不要下沉，就 don't think 啊。那么警告啊会响彻驾驶舱，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机组当时面临的紧急情况。第六个呢，就是发动机的目视证据。所以他观察就是通过那个视频里边简单看，他说发动机后边啊没有明显的热痕迹啊，就是我们知道，热气啊会把这个空气的这个在透射度啊发生折射嘛，就发生一个模糊的后边的痕迹，所以这和发动机正常运行或者燃烧的这个景象啊不符啊，反而啊像是在失效了已经。所以这位飞行员的分析啊，从飞行员的思维模式飞机操作逻辑以及系统警告多个层面呢，就给机组人员的专业性提供了更有力的辩护。再次呢，把事故原因锁定在发动机的动力异常。那我们再看第4条的这个评论啊。也是来自一位退休的波音的重型飞机机械师，叫 Rip Rowan Garage 啊。他说呢 ，Those dog lines looks like floating spoilers to me, which to me indicate a total hydro failure, which also triggers the RET 啊。他说那些黑色的线条，在我看来就是浮动的扰流板 （float spoiler）。那对我来说啊，表明是液压系统完全失效了，这就会触发中压空气涡轮，就 RET。那乘客报告说呀，灯光闪烁，这会从交流电总线就 AC bus 切换到直流电总线叫 DC bus， 或者交流液压系统从发动机切换到空气涡轮或者辅助动力装置 APU 时候发生的。他说我不知道这架飞机是否失去了动力，但是如果液压系统消失了，那么这个就是 slats 就是缝翼就会缩到机翼内部，从而失去升力。那飞机在开始下降的时候姿态也会急剧的抬头，所以这看起来不像你失去动力后会为了延长这个滑翔而做的动作。如果你有起飞推力而没有升力，我倒是能理解。他说我不是飞行员，只是一名曾在波音重型飞机上工作的退休技师，这也是起落架会保持放下的原因。但为什么液压系统和所有3个系统都失效了呢？那这是个大问题。我看到了所有视频的发动机似乎都在运行，幸存者还听到了爆炸声。但是我们要再次强调来自创伤者就是说他这个幸存者他的时间线是很难确定的就是他受过冲击嘛。那么这是撞击前那一刻闪烁的是那个状态吗？所以副驾驶就是 P2 是否试图启动辅助动力装置就 APU， 那 APU 启动的时候也会发出砰的响声。
所以他说这襟翼啊，可以再确定是明显放下的啊，很可能是在5度的位置。你可以看到啊，左翼后缘的线条有断裂，它们不是波音787那种平滑的轮廓。那么印度航空的贴花啊，在扰流板和内侧副翼之间是没有黑条的。另外啊，这个飞机姿态呢越来越抬头，并且呢，机翼在气流变得更加紊乱的时候就发生失速，这个间隙啊会变得越来越大。另外呢，这个单向阀啊，就是应该会阻止这个缝翼的缩回，当然我看见过他们下垂，而且取决于维护的松懈程度。那么这些阀门很可能也磨损了，所以呢，他说呢，为那些逝去的人们和他们的家人祈祷，这非常令人悲伤。所以啊，这位主持人啊，这位这个评论员就是评论者呢，叫 Rip Rowan Garage 啊，他是一个退休的波音重型飞机的维修机械师，应该是他的视角是和飞行员不同的。他从飞机的物理结构、系统故障表现和维修经验出发呀，提供了他独特的这种观察。他的核心分析也包括呢，第一个就是浮动扰流板和液压系统的失效，所以他观察到飞机中的机翼啊出现黑色线条，他认为这是浮动的扰流板。扰流板啊是机翼上就可动的这个控制面，它用于减少升力或者辅助横滚的控制。如果它们浮动那可能表示液压系统失压了。所以他提出这可能意味着液压系统完全失效，而液压系统失效也会触发 RET 的展开。第二个是灯光闪烁的这个解释。他把乘客报告灯光闪烁和飞机的这个电源切换联系起来，可能是从主电源就交流的 AC bus 切换到备用电源 DC bus 直流的，或者发动机供电切换到 RET 或者辅助动力装置就 APU 供电。APU是飞机上一个小型喷气发动机，通常在地面或者空中作为备用电源。第三个呢是液压失效对升力的影响。他说呢，如果液压系统失效，这个缝翼slurs 可能会缩回机翼内部。这个缝翼呢，它位于机翼的前缘与后缘的紧密配合。那么在低速的时候呢，会增加机翼的弯度和升力。如果它们缩回，会导致升力骤减。第四个呢是姿态和升力的丧失所以他提出飞机在下降的时候呢，出现了急剧抬头的姿态。他认为这个和失去动力后为了滑翔而做的姿态是不符的。如果飞机有推力而没有升力，那这种姿态是可以解释的飞行员可能是在尝试拉起机头以增加这个迎角来获取升力，但是由于升力不足就造成了失速。第五个呢是对襟翼状态的这个坚定的判断。他非常明确的表示视频中襟翼是明显放下的，很可能是在5度的位置。他提供了多个视觉证据，比如说左翼后缘的这个断裂线条，以及波音787平滑轮廓这个不同的以及印度航空的这个贴花特征。还解释了飞机它的抬头姿态增大，气流变得紊乱，导致机翼失速的时候襟翼缝隙也会变大。那到最后他提出了一个维护问题他说呢，单向阀应该能够防止这个缝翼的缩回，但基于他的维修经验如果维护松懈，那这些阀门呢可能已经磨损，就导致这个缝翼出现下垂或者异常，这就引入了我们说维护质量作为一个潜在的这个因素。还有个就是幸存者听到那个梆的一声是吧？他猜测呢，可能是副驾驶尝试启动 APU 就是辅助电源的时候，辅助动力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因为 APU 在启动的时候也会发出砰的一声。所以这位退休机械师的评论从飞机的硬件和维护的角度出发，提供了一些宝贵细节。可以说，那他提出了液压系统失效、缝翼可能的异常以及维护因素都丰富了我们对这个系统性故障它的可能原因的理解。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专业人士在网络上提供的这些宝贵的见解那通过他们的分析呢，我们可以更清晰的看到之前那些基于偏见和缺乏专业知识的这种猜测比如说飞行员误收襟翼幸存者冒充等等，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综合这几位
看起来是专业人士的观点啊，我们可以得出最大可能的初步看法。第一个就是排除飞行员操作失误为主要原因，因为多位机场啊都明确指出啊，波音787的飞行管理系统就 FMS 不允许仅易设置错误时候起飞。第二个呢，机长们也否认了飞行员会将起落架和襟翼混淆的这种低级错误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机长在最后时刻他清晰地喊出了丧失动力 loss of power 是吧？这就表明他清楚地知道飞机遇到了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所有这些证据啊，都指向了机组呢是展现出了高超的飞行技术啊，努力地应对这个突发状况。机场啊，在这场灾难中啊，可以说是一位尽职尽责的英雄啊，不是他的过错导致了事故。那第二点呢，就是事故的最大可能，它是有严重的系统故障啊。这个 RIT 啊，就是冲压空气涡轮展开是核心证据啊，这是多位专家都提及的关键线索啊。它明确的指示啊，就飞机在起飞后不久就遭遇了双发失效或者主要液压系统失效的这个重大系统性的问题。那么发动机动力丧失是高度怀疑对象啊，因为机长最后说什么呢？他说动力丧失嘛，这个呼叫以及专家们对视频发动机没有明显的这个热踪迹的观察，都强烈的暗示啊，发动机可能在起飞后不久就失去了有效推力。再一个就是液压系统失效也是重要嫌疑，因为机械师观察到浮动扰流板对液压系统失效的这种推测，以及液压失效可能导致缝翼或者襟翼的异常收回或者影响升力，都和 RIT 展开的条件相符。所以液压系统如果完全失效，会严重的影响飞机的操纵和关键部件，比如说像起落架、襟翼的正常运作。那另外一个啊，就是一些潜在的原因，还需要官方啊进一步确认。就目前来看呢，这个最主要的怀疑对象还是发动机问题啊，就是比如说鸟撞会不会导致双发失效呢，是吧？或者发动机内部突发故障。另外就是严重的液压系统故障啊，导致这个升力丧失或者操纵就是无法操纵，或者两者都有。另外呢就是维护问题啊，这个可能性也很大啊。比如说有人提出这个阀门磨损导致系统异常，当然我们上一个视频就提到过，会不会有这种恐怖行为呢？就是破坏行为呢？这目前还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个猜测，飞机在空中也没有爆炸，是吧？所以幸存者的这个报告啊。他说这个灯光闪烁呀和砰的响声，可能和飞机的这个电源切换、辅助动力装置 APU 启动常识有关。当然呢，这个人幸存者呀能活下来已经不错了，你不要指望他清晰的回顾这几十秒的完整的时间线，那是不现实的。所以啊，总之来说呀，还是很清晰的指向了这个飞机系统内部的这个紧急状态啊。所以我们综合呀这些第一线专业人士的真知灼见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认知，就是把印度航空 AI171简单的归咎于飞行员失误或者民族偏见是不负责任而且缺乏事实依据的。实际上啊，在网络上，还是这样的看法和分析更有市场，大家喜欢看，人们看视频啊，就是想看到和自己想法一致的内容，而真正的事故原因他并不 care 比如说这次印度航空 AI171很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涉及飞机关键系统的严重故障，让经验丰富的这个机组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都面临着这种无法挽回的这种绝境啊，这比你在外边急得不行找厕所比那个要紧急多了。当然啊，最终的真相啊还是需要官方，比如说 AIB 印度航空事故管理局和波音啊这些国际团队对黑匣的数据、飞机残骸以及所有的证据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现在呢，这个黑匣子已经找到了啊，另外呢就是苍鹰啊以及飞机上的视频的东西呢，好像视频的那个监控装置也找到了啊，所以起码在目前啊，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的解读啊，就这刚才我们读的这些评论，还是能够帮助我们啊破开这个偏见的迷雾，更接近这场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好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啊会继续关注调查的最新进展，祝大家平安，再见。